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总有些事出乎我们的意料？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山不转水转，国际舞台上的风云变幻，也常常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摸不着头脑。最近一个劲爆的消息传出来，说以色列那个我们印象中在中东地区总是风风火火的国家，竟然可能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台湾的西方强国。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天方夜谭？以色列大使在台北递交国书，台湾的旗帜在特拉维夫街头飘扬，这画面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可你别说，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似乎正悄悄地把这个天方夜谭变成可能。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事情的导火索是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军事冲突。你可能要问了，这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别急，听我慢慢道来。那一天，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闪电战，摧毁了上百个军事目标，连伊朗的关键核设施都未能幸免。伊朗甚至有数十名高级将领丧生。伊朗自然也不是吃素的，随即就用上百枚导弹反击了特拉维夫，搞得以色列首都警报声大作。双方你来我往，中东地区一下子又剑拔弩张起来。可这时候，一些战略专家却提出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以色列这次强硬行动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含义？他们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你可能觉得奇怪了，中东的冲突怎么又扯上中国了？专家们分析说，中国在背后其实一直都是伊朗的推手。去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时候，用的不少武器、弹药、无人机都有中国制造的影子，而伊朗呢，也得到了中国的资金和战略支持。所以以色列6月13日对伊朗的攻击，有人就解读为这是以色列在给中国一个隐晦的警告，警告北京别再对以色列的敌人伸出援手。这时候，台湾的经济学家吴家龙先生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看法：以色列之所以可能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其实就是为了报复中国。这可不是空穴来风，他给出了3大理由。首先，你想想，以色列是军事科技强国，在无人机、导弹防御系统这些方面，那可是世界领先。而我们台湾呢，是全球半导体芯片的中心，掌控着全球芯片的命脉。这两者要是结合起来，那简直是强强联手，能打造出一道坚固的技术壁垒，让中国在军事和高科技这2个领域都难以施展拳脚。其次，这背后可能还有美国在推波助澜。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向来铁得很，最近美国和日本也加大了对台湾的支持力度。如果以色列也加入这个朋友圈，那中国在外交上想孤立台湾可就更难了。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心理上的冲击。台湾问题对北京来说，那可是红线中的红线，谁碰谁不高兴。要是以色列率先跨过这条线，正式承认台湾，那对中国来说，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这就像是给中国一个响亮的耳光，让他措手不及。所以啊，以色列这次对伊朗的攻击，表面上看是为了摧毁伊朗的核武军事能力，但实际上，它正被解读为一场对抗中国的隐形战争。而我们台湾，凭借着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就成了这场全球棋局中的一颗重要棋子。你可能要说了，以色列不是一直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吗？没错，自1992年以来，以色列确实是这么说的。但是呢，实际情况却有点不一样。它和台湾的关系可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得多，甚至可以说已经接近于盟友的水平了。你看，从1993年开始，
台湾和以色列就在台北和特拉维夫互相设立了经济文化办事处，这可是民间交流的官方平台。这些年，双方还签署了30多项合作协议，涵盖了经济、科技、农业、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像是避免双重课税、航空合作、环境保护，甚至2020年还实现了驾照互认。这些都说明两边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就差那层正式的外交承认了。在贸易和科技方面，以色列是出了名的高科技创业国度，和我们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那是天作之合。2022年，两边的贸易额就超过了300亿美元。我们台湾出口半导体元件，以色列则提供芯片技术、医疗设备和先进的农业科技，双方企业合作频繁。以色列的新创公司常常来台湾实现他们的创新成果，而台湾企业也乐意到以色列投资。至于军事和安全合作，虽然这方面不怎么公开，但其实一直都在秘密进行。两边的安全高层会定期讨论共同的挑战。我们台湾对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和无人机防御技术很感兴趣，而以色列呢，也想学习我们台湾在半导体保护方面的策略。有消息说，双方还讨论过网络安全、情报共享、无人机以及防空研究合作。甚至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就曾秘密向台湾提供过快艇和导弹零件。尽管北京反对，但这种隐秘的军事合作可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外交上，以色列也是巧妙地支持台湾。你看，2024年和2025年，以色列2次公开支持我们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完全不顾中国的反对。2024年，在海法的大屠杀纪念活动上，我们台湾的代表霍瑶女士还发表了讲话。尽管中国表示抗议，以色列也没有理会。更绝的是，2023年，以色列驻台办事处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称蔡英文为台湾总统，还感谢他在哈马斯袭击后的支持。以色列驻台代表玛亚卡亚更是直言不讳地称台湾是好朋友，还批评中国没有谴责哈马斯。这都显示出以色列对台湾日益明显的善意。我们台湾自然也是积极回应。哈马斯袭击之后，我们台湾立即提供了人道和医疗援助，捐款超过180万谢克尔，帮助以色列重建医疗和通讯设施。我们台湾的代表甚至直接支援战区，这让以色列人印象深刻。以色列的领导人也曾访问台湾，表达感谢。蔡英文总统更是强调，民主国家需要团结起来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这明显暗示了我们双方在面对敌对势力时有着相似的处境。高层之间的会晤，比如接待以色列国防与外交委员会主席，更是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关系。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美国和中国这2个大国之间的竞争。美国把以色列和台湾的合作看作是对抗独裁政权的民主网络支柱，尤其是用来对抗中国。尽管美国和我们台湾没有正式建交，但他通过台湾关系法承诺会提供支持。华盛顿一直都在鼓励以色列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尤其是在高科技和基础设施领域。你想想，2018年开始，美国就施压以色列取消了中国公司承建的海法港和特拉维夫地铁项目，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美国在地中海的军事安全，限制北京的影响力。这无形中就为以色列和我们台湾的合作创造了空间，让以色列不用担心美国的反对。哈马斯袭击之后，美国加大了在台海地区的军事部署，同时也全力支持以色列。有人就提出了疑问，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会不会像对待以色列那样直接出兵帮助我们？美国官方强调，对台湾的军事承诺是不同的，而且有法律保障。但在2024年4月，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对以色列和台湾的大规模安全援助法案，这表明盟友们都在同一条战线上。美国的策略还包括战略模糊，他向我们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和我们进行联合军演，还强化了美日台联盟，形成了一个对中国的包围网。要是以色列加入这个后勤联盟，那对中国的压力可就更大了。中国自然把任何与台湾建立正式关系的举动都视为触碰红线。北京一直都在密切监控以色列和台湾的互动，只要有一点靠近的迹象，就会做出强烈反应。然而，中国在加沙冲突中的立场却削弱了以色列对他的信任。中国只是泛泛呼吁停火，却没有谴责哈马斯，还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否决了反恐决议。这引发了以色列媒体和政界的公开批评，标志着中以关系30年来最紧张的时期。2023年，中以贸易额下降了20%，创下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这反映出中国在以色列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以色列和中国现在陷入了两难境地。以色列需要中国的市场和投资，但又对北京的外交立场不满。以色列的策略专家建议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多元化合作伙伴，这就为我们台湾创造了机会。随着中国在特拉维夫的影响力减弱，我们台湾可以在美国的支持下深化与以色列的关系。如果北京继续失信，以色列将更有动力加强与我们台湾的合作。美中竞争为以色列和台湾关系带来了重大变动。美国推动非正式盟友合作对抗中国，而北京虽然强硬回应，却逐渐失去以色列的好感。我们台湾的机会窗口正在扩大，尤其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正寻求降低对中国的依赖。2025年6月，中东危机在全球安全史上留下了一笔特殊的印记。这是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首次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动用 B-2隐形轰炸机直接攻击主权国家伊朗，目标是纳坦兹和福尔多那些深埋地下的核设施。这次精准、短暂但威力巨大的行动，是以色列和美国直接军事协作的结果。伊朗被迫退让，在48小时内，双方就达成了停火协议，避免了冲突升级为区域战争。以色列和伊朗虽然仍处于紧张状态，但已经退出了直接对抗。更重要的是，华盛顿的果断行动向全球发出了明确信号：美国愿意为了战略盟友动用军事力量，即便没有正式的防御条约。以此为戒，如果中国攻打我们台湾，美国会不会采取类似的行动？许多分析家认为可能性极高。B-2轰炸伊朗不仅改变了美伊关系，也震动了北京。此前，有些中国分析家认为，美国不敢深入介入局部冲突，尤其是在没有正式联盟的情况下。然而，这次军事行动证明，当战略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会动用战略武器。对我们台湾来说，情况更为复杂。虽然没有正式条约，但台湾关系法在1979年就要求美国为台湾提供防御能力。近年来，多位美国总统都强调，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保卫台湾。如果中国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无论是封锁、局部登陆还是导弹攻击，美国可能采取以下4层反应。首先是及时军援，就像对待以色列那样，美国将加速向我们台湾交付爱国者导弹、海马斯火箭炮、反舰武器和雷达等，甚至可能重新部署 B-2隐形轰炸机、F-35战斗机和潜艇到台海附近。其次是有限反击，如果中国攻击我们台湾的民用设施或关键防御设施，美国可能使用高精度武器，比如战斧巡航导弹、隐形炸弹，摧毁中国的指挥系统、雷达或远程导弹基地，类似于他对伊朗的行动。第三是建立禁飞与海运区。
美日联军可能在我们台湾东部设立空中保护区，避开中国的导弹范围，并支援补给、医疗和后勤。最后是全面经济制裁。如果中国没有动武，美国可能采取对俄罗斯那样的软摧毁制裁模式，切断中国的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停止向中国出售芯片，冻结中国的海外资产，并联合欧盟和东亚盟友施加压力。和伊朗相比，我们台湾的战略地位更关键。我们位于全球最重要的航线上，紧邻日本、菲律宾以及美国的关岛基地。如果中国控制了台湾，美国将失去西太平洋的支点，这对于美国国防部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此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都在密切观察美国的反应。如果台湾被抛弃，美国的全球盟友体系的信心将崩溃。因此，伊朗事件之后，许多观察家相信，美国不仅有能力，而且有动机和决心在中国动武时采取行动。最后，美国对伊朗的行动也迫使中国重新盘算，如果特拉维夫和美国仅仅几天就让德黑兰退让，那么攻击一个获得美国重兵支援的台湾将是一场代价极高的赌博，不仅在军事上，还涉及外交和经济。因此，美国在中东的行动不仅平息了一场战争，更发出了全球威慑讯号。触碰美国战略盟友，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台湾，都可能面临从天而降的精准打击。在地缘政治动荡中，安全专家预测，以色列与台湾的关系将持续升温，但会保持谨慎且不公开。双方可能会加强秘密协议、情报交换以及外交上的灰色地带互动。具体而言，以色列与台湾可能增加高层互访，灵活邀请官员，或者将台湾视为西太平洋的非正式盟友。可能的举措包括升级驻台办事处，或者邀请台湾官员以民间身份参加以色列主办的论坛。然而，受制于中国的压力，正式建交仍然困难。以色列专家认为，除非发生重大事件，比如中国武力攻台，或者中以矛盾急剧恶化，特拉维夫难以放弃北京。经济学家吴家龙先生预测，如果中国挑衅以色列，比如支持伊朗或哈马斯，以色列可能以深化与台湾关系，甚至外交承认作为回应。尽管这听起来很有争议，但这显示我们台湾是制衡中国的一颗战略棋子。另一个方向是形成更广泛的安全联盟，涵盖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色列和台湾。我们台湾将扮演显著的角色，美国可能动员盟友威慑中国，而我们台湾是关键一环。最极端但罕见的剧本是以色列正式承认台湾，类似过去以色列与埃及的意外和平条约，但这取决于不可预测的国际事件。目前，以色列并未放弃一个中国原则，但他的行动显示出对台湾的开放。我们台湾也利用自身的优势和科技实力吸引以色列。分析家预测，短期内双方将增加秘密会谈、企业与研究机构合作，甚至小型联合军演。以色列与台湾关系将带来一些小惊喜，反映出精妙但深思熟虑的战略转向。至于何时能够瓜熟蒂落，没有人能预知。但如果历史曾记录令人震惊的转折，比如埃及与以色列从宿敌到签署和平协议，那么比中国小得多的台湾与以色列联手对北京施加的外交惩罚，也可能成为世界地图上的震撼一击。无论这个剧本能否成真，特拉维夫与台北的意外交汇才刚刚开始。这两个民族仿佛在地球的另一端找到彼此的影子，共同书写着无人能预料的历史新篇。你觉得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转折呢？